今年4月，主计总处发布了台湾贫富差距的最新统计。民国110年家庭财富分配统计，前20%家庭财富约5133万元，后20%家庭财富仅约77万元，贫富差距高达66.9倍。过去40年来，世界各国 GDP 明明持续增长，但许多人却感觉生活品质下降，贫富差距扩大，政治人物却不聆听民意，导致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愤怒的群众，示威游行，想用选票下架某些政党。为什么国家越来越富裕，人们生活却越来越难过？今天要来面对的这本书《愤怒经济学》，就要来理解资本主义为什么让越来越多人愤怒。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国际经济学家 Mark Blyth， 他在这本书里跟一位避险基金经理对谈，厘清资本主义过去100年来的演变，可以看作是一场左派跟右派的对话，最后再提出超越左右派的解方。首先来定义什么是愤怒经济学。我们可以区分，有些愤怒是正当的，有些愤怒是不理性的。亚里士多德就说，我们赞许一个人根据正确的理由针对正确的人感到愤怒。例如，公众的道德愤怒是正当的，因为它揭露了集体的道德意识。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被华尔街的银行家搞垮，但政治决策者却帮银行纾困，还反过来责怪大众说，是你们跟银行借钱买了负担不起的房子，你们应该怪自己啊。这就触发了全球各地民众的怒火。这种愤怒是正当的，因为它揭露了经济体系的漏洞，必须聆听这些愤怒，资本主义才可能修补错误。或是2017年巴拿马文件被揭露后，大家发现大企业有钱人逃漏税，许多国家的群众愤怒要求政治人物下台，因为逃税触犯了社会的道德规范，有钱人不缴税在道德上是错的，它会让国家没有资金可以维持社会运作。还有2019年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也是马克宏不理睬民意，坚决调升燃油税，引发了法国劳工的不满。我们发现过去20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丑闻、社会运动揭露当今经济体系的腐败。作者认为，这些愤怒背后反映出大众已经对资本主义失去信心，但是政治人物却不处理，而是利用公众愤怒来煽动选民，说要让哪个政党下台，这样人们就不会去讨论真正重要的问题，像是薪资结构、居住正义、贫富不均。例如脱欧议题让英国政治辩论瘫痪了3年，所有焦点都被转移到脱欧上，这样人们就意识不到资本主义的内在问题，以为只要换一个政党上台，问题就解决了，借由怪罪其他政党来掩盖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现在作者要来正面迎击。他说，资本主义就像一台电脑，现在这台电脑出现 bug 宕机了，代表硬体跟软体有相容性问题，我们不能用一些小补丁软体来让它维持运作，而应该要换一套新的作业系统。那接下来作者就要对资本主义进行诊断，重新回顾过去100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每次资本主义遇到危机，都会引发公众愤怒，而愤怒恰好是让资本主义可以更新的转机。过去100年来，资本主义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70到1930年代的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相信，在自由市场中，资方跟劳方都会去寻找最符合自己利益的位置，所以市场会自动配置出资本跟劳动力的供需价格，这叫做市场出清。所以如果有人失业或是低薪，这都是市场机制决定的。国家若试图干预市场，帮助穷人，反而会扰乱市场运作，带来反效果。这套资本主义 1.0 版本运作到1战后却宕机了。1929年，欧美发生经济大萧条，数百万劳工失业。当时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只是短期现象，自由市场会自动修正这些问题。但结果失业问题没有消失，导致大量群众不满。当时欧洲各国政府却是把群众愤怒转移到其他代罪羔羊上，而不去面对这是资本主义宕机的一个症状。像是德国法西斯主义崛起，就是国家利用群众的愤怒。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喜欢说，长期看来，市场机制会自动矫正失业问题。但当时的经济学家凯因斯就反讽说，长期看来，我们都死光了。如果不让政府介入自由市场，那自由市场就会先把人们搞死。
但是为什么资本主义 1.0 没有意识到这点呢？经济史学家 Karl Polanyi 就指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跟市场交易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就是它需要国家来建构虚构的商品，像是劳动、土地、资本。劳动是虚构商品是什么意思？在劳动市场中，资方可以任意开价购买你的劳动力。对资方来说，劳动力只是员工人数，只是薪资表上面的一个数字。但是劳工是有自我意识、有人性的存在，人会希望自己的劳动价值上涨，而不是下降。相比之下，一头牛没有自我意识，它不在乎自己的价值是上涨或是下降。你如果压低一头牛的价格，贱卖给别人，这头牛不会抗议说你在践踏我的人性。但如果资本家压低劳工的薪资，劳工就会抗议，感到愤怒。这些举动有可能会反过来危及到资方的利益。我们要拿着人民意志的法锤去击碎谢老板的可怕贼窟。支持罢工的行动让我好饿哦！嘿，朋友们，一起去吃美味蟹堡吧！资方越是想要把劳工当成像商品一样任意调降薪水，他就越会发现劳工跟其他商品不一样，因为劳工有可能会受不了而反击，可以组织工会要求调薪，或是要求国家调高最低薪资。所以劳动是虚构的商品，这件事情就会被揭穿，人们会要求国家行动来保护劳工权益。例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就是一个例子，人们要求政府保护劳工，免于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的侵害。在资本主义 1.0 的危机出现后，因为法西斯崛起，还有2次世界大战，让许多人意识到 1.0 版本的 bug 太大了，所以经济学家凯因斯就提出了一套新理论，让资本主义升级到 2.0 版。凯因斯说，当大萧条发生时，没有投资人会愿意投钱，所以这时候政府就必须介入市场投资。这个政府投资不只是帮助失业者，而且是给投资人一个讯号，让他们恢复信心，愿意投钱进入市场。政府投资是稳定市场需求，避免资本主义衰退的关键。所以在1945到1975年这30年间，欧美国家进到了资本主义 2.0， 政府大力介入市场，维持充分就业，提高薪资。这段期间，工会势力庞大，跟雇主议价是常态， GDP 增长的果实就可以更公平地分给劳工。所以资方如果想要增加获利，不能扣员工薪水或是减少人事成本，而必须想办法增加产能。当公司提高利润后，劳工也会分得到更多。当劳工薪水上涨，也就会缴更多税，做更多消费，政府就能收到更多税，可以投资在医疗、教育、公共建设上，人民就会过得更好。所以整个 GDP 成长会引发一个正向的循环。这就是为什么在战后30年，西方国家能够转向战后福利国，经济稳定成长，社会福利也完善。法国的国民所得增长3倍，美国中产阶级大量增加，英国新建大量公共住宅。到了1973年，美国劳工所得占 GDP 比达到高峰。战后婴儿潮的人就是在这个阶段享受到各种时代红利，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最健康的时期，因为它汲取了 1.0 版本带来的教训。但是 2.0 版在运作30年后，也同样出现了 bug。经济学家 Michael Kletsky 就指出，凯因斯的政策可以维持长期稳定的就业率，虽然会带来薪资的正向循环，但是不断提高的薪资会伤害投资报酬率。再来，在完整的国家福利下，一个没能力的人也可以突然说不想干就罢工，反正社会福利好，你随时都可以找到工作，或是给政府养，那企业就必须给更高的薪水才能留住人才。但是如果工资一直上涨，人们就有更多钱去购物，就会导致商品价值跟着上涨，也就是会发生通货膨胀。而当经济体发生通膨时，投资人必须预期未来有更高的投资报酬，才能抵消通膨带来的损失，这就会导致投资意愿下降。所以凯因斯的模型发展到最后，将会出现停滞性通膨。Michael Kletsky 在1943年就预测会发生这种情况，结果到了1970年代，这个预言成真了。当时美国联准会主席 Paul Volcker 为了处理这个问题，把银行利率提高，让企业跟银行借钱变困难，这样企业就必须减少人力需求，导致失业率增加，劳工薪资降低，这样就可以抑制通膨。但这只是短期的救急手段。
要处理资本主义 2.0 的 bug， 必须有长期措施才行。所以从198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就升级到了 3.0 版本。资本主义 2.0 让劳工稳定度过30年后，在1970年代出现停滞性通膨。这时候，欧美的大企业资本家跟政治集团就在这场危机中找到了改造资本主义的转机。当时的经济学家 Milton Friedman 跟海耶克构想出了一套资本主义 3.0 的版本，叫做新自由主义，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低通膨，维持稳定价格，不让 2.0 版本的错误再次发生。但是要升级到 3.0 的软体，硬体也必须跟着改变，也就是要改变制度。首先要避免劳工有太多权利要求提高薪资，所以在1980年代，英国的柴契尔夫人就大力打击工会势力。Now, will you not negotiate with them ever? I will never negotiate with people who use coercion and violence to achieve their objective. They are the enemies of democracy. They are not interested in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They are trying to kill democracy for their own purposes. 美国许多企业迁移到没有工会的州，如果劳工没有权利跟老板要求加薪，那就不用担心薪资上升过快而导致通膨。再来更关键的硬体升级是开放金融市场全球化。在资本主义 2.0 的版本里，为了让国内劳工充分就业，国家会确保资本投资在国内。如果你是2战后的投资人，你的资本只能投资国内企业，所以如果国内有哪家公司搞罢工，会直接威胁到资方的利益，所以资方更可能做出让步。但是 3.0 版本的资本主义去除了金融法规的管制，宣称为了让资本更有效率，投资不应该局限在国内，应该让资本家去投资报酬率最高的国家。所以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In an economy where competition is global and change is the only constant, we simply cannot advance the security of American workers by building walls of protection around our economy or by pretending that global competition isn't there. Our only choice is to take this new world head on.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我代表中国政府对 WTO 部长会议作出关于中国加入 WTO 决定表示感谢。这些贸易的自由化，让资本从国家的疆界限制中解放，资本可以自由流通，但是劳工却被锁在国内，这就造成一个后果。在 2.0 版本中，资方会担心国内劳工罢工，但在 3.0 版本中，资方不用担心了，因为投资设厂都在国外，国内劳工反而失去大量工作机会，这就引发底层劳工的愤怒。例如，美国的威斯康星州在过去30年来丧失了1/3的产业，产业都外移到其他国家。这里原本是民主党的铁票区，2016年大选却转而支持川普，因为当时川普承诺要跟鸿海富士康合作，把这些失去的工作带回美国。Foxconn has discovered there is no better place to build, hire and grow than right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结果选上后也没有兑现承诺，反而让当地居民更愤怒。My predecessor came to Racine with the promise of, quote, reclaiming our country's proud manufacturing legacy. Well, we had an infrastructure day every week for 4 years, didn't build a damn thing. 这也造成资本主义 3.0 跟 2.0 版本两种不同的职涯路径。在 2.0 时期，战后婴儿潮的人可以学一个技能就安稳度过一生，但在 3.0 版本，198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全球化造成激烈竞争，合约可以外包给更廉价的劳动力，企业开始偏好短期合约、零工经济，没有人知道自己合约到期后，下一份合约可以撑多久。资本主义 3.0 发展至今，已经出现了3个大问题。第一是所得不平等，从1980年代以来，顶层 1% 的人所得增长相当于底层 50% 的人的总和。新自由主义会辩护说，长期来看，资本主义可以带来涓滴效应，成长的果实可以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连最底层的所得都会提升，所以不平等是可以容许的，因为整体经济确实成长了，只是顶层得到更多，底层的人得到比较少而已。但是研究发现，涓滴效应并没有发生。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的 GDP 持续上升，但劳工拿到的实质薪资却停滞了40年。
台湾在2002年以前 GDP 成长会带动薪资成长，但从2002年开始 GDP 持续增长，实质薪资却停滞了。台湾开始重复美国的发展轨迹，这就是资本主义 3.0 的第二个 bug， 实质薪资停滞。问题来了，如果人们的薪资动涨，创造的财富都流向资方，那人们要如何上大学、买车、买房？很简单，资本主义就创造大量银行贷款。你如果赚不到钱，可以去跟银行借钱啊。所以从1980到2000年，欧美国家消费者的信用扩张速度是所得成长的2倍。去年10月到12月，千禧一代的平均信用卡债务比2021年的同期大增近3成。Z 世代的平均信用卡债务更是暴增4成，年轻人债台高筑的速度比老一辈还快。银行为了赚钱，就鼓励大家多借钱，而不管借款人的还款能力，这导致银行承担的风险过高。结果就是2008年的次级房贷风暴，让资本主义 3.0 大宕机。在金融海啸后，各国政府只处理了银行系统的 bug， 但另外2个 bug 依然存在，所得不平等跟薪资停滞。证明了资本主义已经宕机，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对于资本主义这么愤怒，因为世代剥夺感太强了。人民的法锤。战后婴儿世代从上一代继承到的是资本主义 2.0， 也就是欧美的福利国家时期，可以享受免费的大学、便宜的房价、医疗，努力打拼就可以累积资产，还可以继承父母的遗产。但千禧世代的年轻人一出生就继承到资本主义 3.0。也就是新自由主义，没有工会力量，必须付高额学贷，还有买不起的房价。战后婴儿世代一出生就是简单模式，但千禧世代一出生就是困难模式。当今美国50%的财富是由战后婴儿世代所拥有，也就是60到80岁的人把持了全国的多数财富，这就带来了一种恶性循环。如果资产都高度集中在老人身上，年轻人都没钱，那就没有消费能力，但是没人消费的话，经济体就不会活络。年轻人薪资还要付学贷，还要缴纳税金，拿去支付给战后婴儿世代的退休老人。明明这些老人才是最有钱的。再来，政治人物会迎合富裕阶级的选票，而富裕阶级又都是老人，等于老人支配了国家的政治系统，就更不可能推行对年轻人有利的政策。例如，川普帮富人减税1兆5000亿美金，这些富人绝大多数都是老人。Dear young people, don't vote. Don't vote. Trump. That was us. He's our guy. Tax cuts for the rich? Hell yeah. I'm rich as fuck. Climate change? That's a you problem. I'll be dead soon. 最后，等到这些老人过世后，他们又会把遗产留给子女。富二代一出生就是简单模式，相比之下，没有遗产的年轻人必须贷款才能买车买房，就会让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传承到下一个世代。所以经济学家皮凯提就说，当今的世界是一种世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不平等源自于跨世代的不平等。有些人投胎到对的家庭，人生就赢了，但这就背离了资本主义承诺的自由市场公平竞争。但现在各国政府不去面对人们的愤怒，而是把这些愤怒转移到其他代罪羔羊上，就像资本主义 1.0 危机发生时的手段一样。例如，英国支持脱欧的通常是乡下地区的人，因为他们看到许多东欧移民搬进来，然后农场的工作薪资就降低了，让当地人感觉我的生活越来越糟，因为他们搬进来了。同样的，近期台湾政府为了处理缺工问题，开放印度劳工来台，引发许多民众反弹。这时候焦点就会被转移成说，你如果反对，就是歧视印度人。但如果仔细去听这些反对声音，很多人抗议的是政府不去改善薪资结构，只想去其他国家找更便宜的劳动力。当他们轻易的取得这样的一个便宜劳动力的时候，当然他就没有更高的意愿去改善他的劳动条件。其他国家的这个移工来的时候，我们也只给他基本工资，这就证明了32年来这个移工政策是跨世纪、跨政党的政策还原。它充其量就是满足厂商低薪的这样的一个劳动力的需求而已。去聆听民众愤怒的原因，我们会发现背后反映出的是资本主义 3.0 的 bug。台湾 GDP 年年成长，
薪资却停滞了20年，现在还要去别国引进更便宜的劳力，那民众的愤怒当然就具有正当性。在回顾完资本主义3阶段的发展后，最后作者要提出几个方案来消除资本主义 3.0 的 bug。许多经济学家提到财富不平等问题时，都会提议要征税，像是皮凯提就提议征收全球富人税，或是2020年美国大选时，参议员 Warren 提案征收超级富豪的财富税。This is a wealth tax that has been needed for a long time. We have watched the wealth of the billionaire class in America increase by more than $1 trillion over the last year. A 2-cent wealth tax would just help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a little bit and create the kind of revenue that would let us build back better. 但是这些提案都不切实际，因为富豪有钱可以收买政治人物，不可能让这些法案通过。而且富豪都知道怎么避税，你也查不到他们的钱藏在哪，所以必须有比征税更激进的方案。作者提出3个方案，第一个是设置国家财富基金，这类似新加坡、挪威、阿拉伯产油国都设有的主权财富基金。这些国家因为出口远超过进口，每年都有庞大的外汇盈余，这些钱由政府拿去投资赚更多钱。例如挪威的主权基金就购买台积电的股票，再把钱拿去支付给公民的退休金、养老金，以此维持高福利政策。不过那是因为挪威有石油，所以可以这么做。没有原油的国家怎么办呢？国家财富基金就是类似的方案，政府可以以零利率发行债券，因为全球富裕国家都转向高龄化，老人倾向避险，所以对老人来说，债券是最安全的选项，因为是由国家担保的。接着政府就可以用卖债券拿到的钱去购买殖利率较高的投资组合，然后每过一段时间，政府偿还债券后，滋生的盈余就会是国家的公共财富，政府就可以把钱分配给国内资产最少的家庭，让穷人开始有一笔固定资产，或是把钱花在教育、住房、医疗上，这样人们就不用担心负担不起基本开销，等于是恢复资本主义 2.0 的高社会福利，可以有效地平息民众的愤怒。简单来说，国家财富基金就是政府去做投资，赚来的钱拿来照顾社会上低薪的人，实行社会福利，让每个公民都变成股东。所以国家财富基金有点类似全民基本收入。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在1976年就设立永久基金，每年发放给每位居民$1600美元。这种国有基金能解决全民基本收入会遇到钱哪里来的问题。再来第二个处理不平等的方案是资料红利。许多反对全民基本收入的人会说，如果可以不劳而获，那就没人想工作啦，反正在家耍废，政府也会给你钱。现在作者说，科技产品的用户可以跟科技企业收一笔资料红利的费用，因为我们使用 Google、脸书各种社群媒体时，科技企业都可以监控追踪我们的资料，再把这些资料卖给广告商来赚钱，还可以用这些资料升级他们的演算法，所以每个用户就形同企业赚钱的原料。企业从我们身上夺取原料，那不是本来就应该付钱吗？如果今天你创作某个东西，另一个人直接拿走，我们会把这视为偷窃。当我们使用科技产品时，其实也是在进行创作，把我们的搜寻偏好、关于自我的资讯给创作出来。所以我们生产的资料所有权在我们身上。如果科技企业要拿用户的资料去赚钱，那我们就应该有权收一笔资料红利。 Many of our tech giants are paying zero or near zero in taxes, and they're selling and reselling our data for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The biggest winners in the 21st century economy are not actually sharing those winnings with the rest of us. That's what I'm going to change as president. 最后第3个构想是成立一个独立的财政会议。这个财政会议就像一个自动稳定器，可以预先决定如果发生经济问题，应该如何减税、提高政府支出，而不是在经济衰退发生时才等政府及时回应。这个会议必须是独立的，政府的预算支出要怎么分配，才不会被政党把持。例如，欧洲许多国家在2001年欧债危机后实行紧缩政策，导致公共福利减少，让许多欧洲人愤怒。如果有一个独立的财政会议，这种错误决策当初可能就不会发生。
愤怒经济学让你越看越愤怒吗？那就试试这款 Hello Voice， 体验最新 AI 语音技术。Hello Voice 主打 AI 配音与 AI 翻唱功能，你可以选择知名人物、游戏、动漫角色的声音，在输入想要的文字后，就可以用 AI 技术让这些人物帮你配音。愤怒经济学，大家一起来愤怒一下吧！超级湾里的更新速度比海绵宝宝做美味蟹堡还要慢呢。说好的第3层呢？真相只有一个。你知道为什么我妈在大木博士那里吗？同时 ，Hello Voice 也支援 AI 翻唱功能。想要发挥创意，让知名角色帮你配音吗？现在扫描影片中的 QR code， 或是点击影片资讯栏里的下载连结，就可以体验 Hello Voice 的 AI 语音技术。今天这支影片，我们介绍了愤怒经济学。过去100年来，资本主义遇到了3次宕机，每一次宕机都导致民众大规模愤怒，也带来新的软体升级。当今的我们处于第3次的宕机中，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薪资停滞20年，我们因此有正当性对体制感到愤怒。我们可以设立国家财富基金来减缓贫富差距，用资料红利来对抗科技企业免费使用我们的资讯，设立独立财政会议作为经济衰退的稳定器。这3个方案都是回应人们当今对资本主义的愤怒，不像征收富人税或是全民基本收入那样难以实践，而是可以在体制内做到的解放。只要资本主义持续的宕机，持续扩大不平等跟低薪，愤怒经济学就会一再的出现，直到体制听见人们愤怒的声音。留言加分享本集的影片贴文，就有机会抽《愤怒经济学》1本。也欢迎您使用超级感谢，或是加入频道会员，支持超级 Y 创作更多影片。